一定要来演，还是俊俊哥吧，因为开始的时候会觉得会不会很高冷啊，他就变成一个非常可爱的人，非常喜欢跟你开玩笑，妍妍接电话，妍妍。大家好，我是杨雨桐，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看百度新朋友，揭秘我的热搜名场面。有一个话题是杨雨桐这个嫦娥皮肤我先笑纳了，之前中秋的嫦娥造型非常惊艳嘛，以后想要再尝试一些其他的造型。有啊，今天其实也是拍了一个新的造型，然后特别荣幸和朱山静老师合作嘛，我觉得这组图片出来之后应该也会非常的好看，我也挺期待的，最后的成片效果。那你有什么就很喜欢的那种造型的类型呢？比如古装呀？我的话，其实想说每一次都尽量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吧，就是也不希望每一次拍照然后拍出来的东西就是和之前是重复的，尝试更多的风格。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拍照的小诀窍吗？光很重要，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拍照技术的人不好啊，或者是觉得自己妆容哪里有问题啊，或者是觉得自己不上镜啊，这些都不是的。其实我觉得光只要打好了，就都可以拍出好照片。那你今年的中秋节是怎么过的呢？今年的中秋的话，就是吃月饼，然后和家人就在家一起度过。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勇有谋、贪财，但是贪财却很有道，一个非常聪明、活泼、可爱的小生意。一定要来演，就是觉得白鹤怀这个角色是我以往没有接触过的，也没有尝试过的。首先是非常想去挑战这样的角色，然后也非常欣赏他身上那种很飒爽、很机灵的那种。白鹤怀是比较自来熟的人，就是他非常的 E， 然后可能跟谁见了第一面就很快能打成一片，但我是比较慢热的。我们因为有涉及到中医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些打戏的部分，有提前进组去训练。不会学理论知识，中医太博大精深了，它的理论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完完全全的参透，因为剧中的病症和现实生活中的我们要去中医诊脉的病症还是不一样的，它主要可能是中毒啊，受一些刀伤、剑伤这样子，然后可能学的比较多的是先识别一些穴位吧，然后就是诊脉的时候手势这样子。跨过暗河便是彼岸。我很喜欢，其中有一套是我生病的时候穿的，然后它没有非常多的发饰，可能很简单，类似现在拆完头发的一个造型，然后有很淡粉色的，算是剧中的睡衣嘛，也设计的非常仙，非常美。我挺喜欢研究化妆的，也喜欢打扮自己，也想看看自己不同的妆容是什么样子的。我经常会看美妆博主的视频啊。拍摄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专业，很严谨，然后我们的剧组节奏是特别快的，就是很少有1分1秒是浪费的，就是甚至走完戏可能就拍，然后拍完就下一场这样的节奏。我觉得还是俊俊哥吧，因为开始的时候会觉得会不会很高冷啊，但是完完全全就是从认识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是非常的亲切，非常暖心、很细心的一个大哥哥，就很会照顾大家。我觉得结局的部分吧，就是受伤，然后有点像生离死别的那一个部分，印象也非常深刻。我们有一个设计的一个比较精巧的彩蛋，然后那个彩蛋的拍摄部分，我觉得也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剧中两个人物，他也不算是一开始就是欢喜冤家了，应该是从冤家变成了欢喜冤家。在之前更多的觉得他可能是一个武力值很强，然后很有野心的大家长的形象，到后期真的就是到了白鹤药中，我们生活在一起，他就变成一个非常可爱的人，非常喜欢跟你开玩笑，非常喜欢皮一下，就会有很多少年期的一面暴露出来。我们是聊斋的时候是2搭嘛，就是明显就是觉得更熟悉对方了，一见面有一种老朋友的感觉，更有默契了。而且聊斋当中我们也有就是对手戏打戏嘛，很神奇的一个反转是在暗河当中，可能我对他施的一些招数，到聊斋的时候他是反过来的。必须是鬼宗部，因为鬼宗部相当于一个闪现特技，所以就上下班对，然后下班也是一键闪回家。
可能对这个行业来说，演员一直是在就业，然后失业、就业、失业，其实一直都还挺有危机感的，没有说哪一刻让我觉得真的很放松。努力吧。我觉得流光3000的挑战性也非常非常大，从人物性格上，应该是我演过最活泼、最中二的一个角色。然后他有很多很天马行空的想法，然后他又是现代和古装、赛博仙侠那种感觉，然后也是我没有见过的题材，就完完全全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可以参考的，就是只能是自己去体会。我是 INFP。白鹤华的话肯定是一个艺人，绝对是计划型，绝对是 J 人，他是会完完全全想在很前面的人，他会预想到他们去到那里会遇到什么样的危机，提前准备很多。可能就是看看电影啊，然后在家里啊。我最近比较多的是拍照嘛，拍一些就是自己喜欢的、想要的风格的照片，也希望就是录一些可能 vlog 生活向的东西，然后让喜欢我的人看到。有啊，之前有分享过，就是说看展，以前不爱记录，可能这个生活的感受就是我自己去就结束了。然后现在可能就有旺仔们就很好奇我不上班的时候在干嘛，我就想说，那我就不如拍出来记录一下。上半年的话就是看《藏海传》嘛，当中也有我出演的八公子这个角色。然后最近在看的话是许我耀演。妍妍接电话，妍妍。我身边的人，包括自己，每天在熬夜。谢谢大家的喜欢，然后大家都继续一起旺下去吧。给这个专访想一个热搜词。杨雨桐白鹤向前看。